失去了爱情的阿德，不仅在荒野烧制起了锅碗瓢盆，还徒手制作了数百块土砖，并且搭建起了荒野小别墅。另外，就连紫色的仙人桃，阿德都实现了陶陶自由，更不要说是这种天然的野生奥利给豆角了。这简直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啊！不过突破了爱情的坟墓之后，阿德的追求可是高大了起来。目前的小屋还远达不到他的要求，只是暂时的过渡计划而已。接下来他要打造出更多的土砖，建设起一座荒野第一豪宅。因此这一段时间，阿德都在朝五晚九的干着挖土造砖的活，甚至直接给大地挖出了一个超大的土坑。好家伙，这要不是下层土太硬的话，阿德搞不好还得把地球给挖穿去了。不过下层的土虽然更硬，但是筛选出的细粉末是极好的烧制陶器的粘土，因此阿德不得不继续的挖掘着，以便获取足够的泥土烧制锅碗瓢盆。为了获取这些泥土，阿德还不讲武德的拿起石头的脑袋疯狂的撞击大地，而筛选细土的活则是交给了号称一兜传三代，人走都还在的竹篾兜。随着阿德获取到的细土越来越多，他便开始和稀泥了。为了确定粘土的粘性是否俱佳，阿德还将其捏成了一个小条，再对折起来。180度的对折下，粘土没有出现丝毫开裂的迹象，这让阿德不由得激动了起来，直接在夜间借助炭火那微弱的光线，开始制作起了他心目中的陶器，以至于一整夜都忘记了吃饭。饥肠辘辘的阿德等到了天亮后，便直接来到了仙人掌所在的山坡，开始不讲武德的大肆收取这一颗颗色泽诱人的仙人桃。借助石刀和牛蒡骨的他收集起仙人桃可就要方便了许多，不过已然还是难以避免被仙人掌的掌刺送上几记冰魄银针，这也让阿德大为火光，直接咔嚓咔嚓就是一顿干，整整的收获到了一大筐的仙人桃才离开。一大早便能吃到味道酸甜可口的仙人果，补充大量的糖分和维生素，这可以说是阿德每一天最为开心的日子了。要不是仙人桃果皮苦涩的话，我想阿德一定会连皮都不放过呀。吃饱之后，阿德将夜间炭火烘烤干燥的小碗蟹打磨了一番，接着又仔细地检查这土砖，并且将它们挨个地翻了一面晾晒。尤其是其中最大的几块土砖，这可是阿德的得意之作，必须好好的照看一番。而整个土坑几乎已经被阿德挖成了一个游泳池。接下来阿德将先完成锅碗瓢盆的大活，毕竟这关乎着他的吃喝拉撒。耗费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阿德先是给大地开了一个大眼，这个大地之眼将会是烧制陶器的窑洞，因此阿德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其打造出来。不过下层泥土实在是坚硬无比，导致窑洞的深度不够。好在阿德机智的智商再次上线，他利用石块在外部直接增加了一层高度。这一造炉技术那真是屁股上挂水壶，有一定水平的烧制陶器自然是少不了柴火了。为此阿德可是准备了大量的干柴，最后再来了一招号称是除了 LAP 以外最原始的借火手段，在窑坑内实现了堪比重金求子般的木炭生火。大火旺起来之际，阿德便将比较大的木材一一的投入到火坑之中，相信历史会一定铭记这一坑为了成就出锅碗瓢盆的木炭。4个陶胚在经过1天1夜的晾晒之后，早已是迫不及待的等待着烈火的熏陶。阿德还贴心的给他们找了几块岩石打底，以便底部也能够受热均匀。之后才将这几个陶胚罐子一一的码放在火坑之中，而后阿德便开始将木材投放到火坑内。这一次他准备的木材可是不少，毕竟燃烧的时间要求不短。随着夜色逐渐的暗淡了下来，炉内的火越烧越旺，映得阿德的印堂发红，想必这必然是一个吉兆吧。而阿德也是幸运的捡到了一只蚂蚱，直接来了个炭烤蚂蚱，味道极其的哇塞。夜去骤来，次日一大早，阿德便迫不及待的来到了炉火前，查看着炉内的情况。看着几件陶罐的颜色，阿德不由得惊喜起来，接着便将它们一一的取了出来。很显然，阿德的陶罐烧制非常的成功，每一件看上去那都是精品。当然，所谓的精品那是指代的是相较于原始社会时期来说的，毕竟每一件陶器之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裂纹，这样的烧制水准，那绝对是鸭子头顶站青蛙，顶呱呱级别的。陶罐成功的烧制，自然是少不了要来一番庆祝的。不过仙人桃和奥利给已经达不到庆祝标准了，想到昨夜吃上的那只烤蚂蚱，蛋白质可是牛肉的5倍，阿德便有了想法，在灌木林中捕捉这种荒野大宝贝，求生蛋白质。搜寻之中，阿德不仅抓到了不少蚂蚱，还发现了一些野鸡毛。想到吃不到野鸡，那就闻闻鸡毛味的阿德还捡了不少鸡毛。回到营地后，阿德先是查看了一下他的全部家当，尤其是食物。不得不说，阿德这段时间除了制作土砖和烧制陶器，还真的存下了不少的食物。奥利给豆、浆果、仙人桃等加起来好几大筐去了。在豪宅的前方火塘内烧起了火后，阿德又将捡到的鸡毛和兔皮放在了自己的百宝箱之中，接着将所有的蚂蚱搞了一个是兄弟那就要一条心，最后再放到炭火之上烤了起来。这样的蚂蚱或许在你的眼中令人恶心与害怕，但是对于荒野求生的阿德来说，那可是极品美味，顶级蛋白质。这一晚阿德吃得极其的开心，
毕竟最近他的计划进度完成得很不错。美美的睡了一夜之后，阿德又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新的工作。昨夜睡觉感觉有些漏风的他，先是将墙缝进行了一番泥浆填补，毕竟他心目中的超级大豪宅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建成。随后阿德才开始准备建立豪宅的外边缘。阿德首先用水把土砖表面弄湿，接着码放在混有粘土的地面上，等粘土干燥后就能紧紧地将土砖固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阿德最近制作的土砖都混有些许杜松树皮，这样做能很好地防止砖块在干燥过程中裂开。他的搭建思路是将小屋围成一个弧形，然后在小屋西面制作一个土灶，同样用湿润的粘土代替水泥进行搭建。阿德这小子还细节地做了保温层，这样做土灶工作时产生的余温就会遍布整个庇护所。搭建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水源问题，好在不久前阿德在营地附近发现了一处水源，虽然脏是脏了点，但他连着喝了好几天都没治好便秘。由于工作量实在巨大，所以忙了整整一天，阿德只完成了小屋一小部分的搭建。第二天他依旧在不断为盖房子而努力。为了测试土砖的结实程度，阿德经常表演金鸡独立，很明显这个搭建方法稳如老狗。一转眼就到了下午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个满级泥瓦匠，土灶是被他拿捏老老实实，毕竟这次是打算做个高级住宅，所以每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这段时间他还抽空烧制了不少陶器，甚至连照明火炬都给安排上了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等小屋盖好后，阿德岂不是直接飞起啊？持续了近乎1个月的时间，阿德顶着烈日，冒着小雨，一直忙到如今天气都比较冷了，这才勉强完成了他温暖结实的土砖豪宅。为了完成这个小屋，他胡子也逐渐花白，毕竟身处荒野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，一点点地完成这个艰巨的挑战。好在物质丰富的时间，阿德储备了不少食物，这种食物不仅可口，还营养丰富。即便如此，健硕的身躯还是整整瘦了2圈。唯一不变的是，他依旧配得上阿德这个称呼。可以看到小屋主体也即将成型，就算是休息时间他也闲不下来。阿德开始用晒干的龙舌兰纤维编织绳子，毕竟搭建屋顶需要大量绳子来固定。他把所有木棍的树皮刮掉，接着搭出屋顶的承重木架。可别小看这些木棍，承受2-3个阿德妥妥的轻松，但为了稳定还是得牢牢固定一番。紧接着围绕3角承重架搭上1圈木棍，这样纵横交错的摆在一起，会起到互相稳定的作用。圆形柳条像这样套上就起着点睛之笔，当然底部也需要用柳条围上1圈。现在就算是8级大狂风也不怕，毕竟沙漠没有暴风雨。最后的工作就是和枯树皮打交道，光是这些铺设屋顶的网桩树皮就耗费了4-5天，就这样一块块的铺在上面，只要数量足够多，一层压一层放上去就好。天气不知不觉也冷了下来，阿德干活也不敢光膀子了，毕竟现在正值深秋。但幸运的是，抵御严寒的小屋已经完成。阿德躲在壁炉旁吸收着热量，这份温暖是他努力获取得到的最大回报。阿德还给小屋做了个漂亮的开口笑，顺便还去别墅附近的脏水坑里取了点水。脏是脏了些，但这段时间不管是搭建小屋还是饮用全靠他。阿德把水烧热，里面泡着杂烂的龙舌兰纤维，它的叶子含有皂素，这是一种天然清洁剂。讲究人阿德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这样一个积极向上、未来可期的阿德，你爱了吗？阿德刚搬进他的豪华别墅，却一脸惆怅，表情呆滞地思索着什么。原来阿德在思考如何解决男人的烦恼，当然我指的是胡子，大家别误会。阿德打算用黑曜石制作一个野生刮胡刀，方法也非常简单，用石头不断敲击黑曜石，直到敲出锋利的碎片就完事了。为了防止弄伤自己，阿德还用一块兽皮包住石块。这个方法不仅要讲究技术，同时还需要有着一定的运气。随着阿德一个大力出奇迹，碎石天崩地裂，阿德便从里面获取了一块看起来不错的刮胡刀，用它来刮胡子绝对是顶呱呱的，毕竟体毛刮起来都很顺，效果可以说是 very good。不过要是把胡须软化一下，刮起来就更方便了。烧水的时间，阿德还割了一根龙舌兰，用石头把它敲成纤维状，这样遇水就会释放一种类似皂素的成分，皂素一接触热水就产生泡泡。作为第一个用这种方法进行刮胡子的男人，阿德心里还有些小驴乱撞。随后开始将胡子泡入到有皂素的水中，还用龙舌兰纤维对着腮帮子一顿摩擦。接下来那自然是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看样子效果不咋地，没有达到阿德的预期啊。主要还是黑曜石切面不够锋利，所以刮得阿德老脸火辣辣的疼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为了变得帅出天际，阿德也只有拿自己当起了小白鼠。整个刮胡子的过程那叫一个痛苦，就这样刮了大概1小时，才勉强完成了一半工作。不得不说，阿德真是我见过脸皮最厚的男人了。现如今的阿德可以说是食物充足，水源和火源等问题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，而且还赶在冬季来临之前
建造好了荒野豪华别墅，接下来将迎来他本次荒野求生最大的挑战。看似超豪华的别墅保暖效果到底怎么样呢？阿德的荒野求生第1季最终章将会带你感受下荒野豪宅是如何面对风雪的侵蚀的。喜欢的朋友点个订阅，点个赞支持下。爱了。失去了爱情的男人，只有靠着荒野求生来麻木自己。不仅徒手制造了大量的土砖，还利用这些土砖打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荒野别墅。而通过这一段的野外生存生活，男人也逐渐地走出了爱情的坟墓。建造房屋的同时，也烧制出了不少的骨陶器，甚至利用土陶器当盆搞起了菜篮子工程。吃上了荒野大烧烤至兔兔好可耐，以及是兄弟就要一条新的川心烤蚂蚱，甚至就连小零食都是红得发紫的仙人桃等等，可以说是在这荒山野岭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宁静生活。不过建造好荒野豪宅的阿德即将迎来最大的考验，那便是寒冬将至。临近冬季，食物储备充足的阿德决定干一票大的。毕竟之前利用龙舌兰纤维以及仙人掌打造的钓鱼神器，仅只是钓了个寂寞。来到这片天地的他，还从未吃上过鱼肉。想到之前直接打造的豆荚收集神器，阿德决定将制作方法升级，打造一个属于空军德的捕鱼神器。秋末初冬的季节，这种细长的木条在山上还是很好采集的，将它们排列整齐后交叉的捆绑在一起，最后再卷成一个圆形即可。不过这活也不是个轻松活，阿德时不时的还要回到他的豪宅之中补充点卡哇伊，查看壁炉内的浆果茶烹煮的怎么样。毕竟这种浆果茶有着提神醒脑的极佳功效，美美的喝上几大口，那效果不亚于有猫屎的咖啡。这让阿德干起活来那叫一个头脑清醒，不一会功夫就将木条压得给的叫了起来。这部分框架的活可以说是整个捕鱼神器中最大的部分，它是装鱼的鱼笼位置，容不得半点马虎，否则鱼跑了就可惜了。当然，鱼笼的进口处还必须打造一个有进无出的口子，这对于阿德来说可谓是张飞吃豆芽，小菜一碟。说白了，进口装置就好比是缩小版的鱼笼主体。不过阿德还没意识到，似乎有碗那般大小的进口将会给他带去多大的麻烦。当然，抛开进口不说，空军德打造的这鱼笼还是很不错的，花费了1天的时间才打造出了捕鱼神器。空军德今儿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一番，一大早就出发的他，行走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了溪流较深的区域。之前他在这里可是发现有不少的小鱼，脱下鹿皮衣的帅气德，准备先用自己健硕的身子吸引一下鱼群的到来，随后才挽起裤脚，缓缓地走入到河中去。冬天的水虽然有烈日的照射，但是依旧十分的炸骨头，这让空军德不由得加快了安放陷阱的速度。毕竟要是在这里生病的话，可是很危险的，哪怕只是小小的感冒。等待的时间，空军德还专门看了看深水区域，在这里他之前可是见过不少的鱼群，如今却是空空如也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1个半小时后，空军德回来提起了他的捕鱼神器，可惜夏日的鱼群早已不在，笼内空空如也。当然，空军德没意识到这里即便有鱼市，几乎都是5厘米左右的小鱼，他这碗口大的笼子，有鱼也可以跑出去的。寒冬来临前想要吃上美美的鱼肉，给自己贴点标的阿德失了败。好在整个冬季已经过去了1大半，都没有遇见大雪来袭，这也让阿德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继续的制造着土砖，甚至已经将这个土坑挖到了眼前的这般大小。毕竟阿德计划在冬季过完之后，将整个豪宅再加高1米，这可不是小工程，所需土砖的数量自是不小的。然而老天似乎和阿德开起了玩笑，天空中竟然飘起了小雪花，一时间阿德不由得忙碌了起来，开始将晾晒好的砖块些搬到屋内，以避免被风雪侵蚀。不得不说，老天的脸是说变就变了，打了阿德一个措手不及。不过阿德也算是准备比较充足，除了食物外，还提前收集了大量的木材。屋内的小壁炉外有着围绕着房屋的一整圈管道，不仅排烟，更是让热量将小屋包裹了起来。而且阿德还利用土砖挡在了门口，这样也能有效地减少热量的损失。外面的风雪是越下越大，慢慢的，地面之上已经铺起了一层雪颗粒。阿德出来查看了一番，顺便还美美的吃上了好几口雪花，并且收集了一些完整的松树皮，再在下面加上一个烧制的大碗后，那便是他的化水神器了。不得不说，阿德的小脑瓜就是聪明啊！虽然屋顶上还有一些小漏洞，但是在阿德强大的火炉屋内那都不叫事，反而是让通风更好了。毕竟太过密闭的话，烧炭是很容易中毒狗带了。有了食物，有了温度，阿德的内心便宁静了起来。这一刻，他看着眼前的砖块，内心极其平静，四周似乎也没有了风雪的声音。阿德小心翼翼地将挡在洞口的土砖挪开一部分，随后拿起了自制的火炬，点燃之后向外面看了看去。此时大雪似乎已经停了下来，这让阿德欣喜不已。毕竟大雪要是连夜不断的下的话，那可是极其危险的。次日天逐渐的亮了起来，阿德拆开土砖向外望去，外面几乎是一片白蒙蒙的冰雪世界。阿德感慨着昨夜下的大雪可是不小，幸运的是大雪的持续时间不长，
想着今夜万一继续下雪的情况，阿德又外出搜寻起了一些木材。毕竟现如今能够保证他度过寒夜的，那便是热量，而壁炉内的热量全都是来自于干燥的木材。未雨绸缪向来是阿德不可或缺的品质。之后，阿德又查看了一番荒野豪宅的情况。大雪虽然大，直接给屋顶戴上了一顶白帽子，但是荒野豪宅就像阿德一般坚挺，扛住了风雪的侵袭，成为了阿德坚实的庇护所。大雪的来临虽然是挑战，但是也是机遇。阿德可以随处收集到厚实且干净的雪花，融化之后那便是干净又卫生的饮用水了。在罐子里的雪看起来有些像是冰淇淋一般，阿德还忍不住地尝了2口，不过有些过于冰凉，在利用壁炉的一番热度加持下，化作雪水，喝起来味道就好多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大雪开始融化了起来，没有新的雪花飘落，这对于阿德来说可是一个极好的消息。果不其然，随后的几天里，大雪去无踪，而且温度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回暖。1个月后，天气慢慢的热了起来，四周的植被以及花朵都开了起来。阿德的心情也是无比之好，心中早已没有了爱情的伤痛，吃起带着苦味的野菜之时，那也是额外的感觉到了甜蜜。要知道这种植物有点像我们的牛儿黄，味道可是苦的。阿德竟然吃出了甜味，不得不说荒野生存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。这段时间里，阿德又开始了他的造砖生活，毕竟让荒野别墅高大上起来，不仅外观更加宏伟，同时住起来也要舒服上很多。不过这一切的前提，那都是阿德得有充足的砖块用来加高墙壁，为此造砖的可以说是费心费力。另外，阿德还收集了大量的松树皮。整个寒冬让他明白了一件事：荒野别墅缺了一道方便开关的大门，每一次都挪动砖块会消耗他大量的能量，这可是很不划算的。因此，阿德决定给别墅打造一道豪华大门。阿德利用木条将厚实且柔软的长松树皮整齐地夹在里面，再利用龙舌兰纤维制作的绳子绑扎好木棒。当然，大门还是比较长的。机智的阿德还采取了先制作2道短门，最后再将它们拼接在一起的做法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操作方法那叫一个牛掰啊！就这样，历经3个小时的时间，一道松树皮大门便轻松地被手工德给打造了出来。在将大门和门洞比划了一番之后，细节德还将树皮门边缘多余的树皮给整齐地去除掉，让大门看起来更加的美观。最后才将其给稳妥地安放到了门洞后方。看看这般的严丝合缝，不得不说手工德在手工活上那是3套衣服扔2套，还是有一套的。不知不觉中，阿德在这里又过了几个月，土坑在他那无坚不摧的辣手下，那是越来越大了。这意味着土砖也是越来越多。制作土砖的时候，阿德时不时的还在收取着细细的泥土，看样子他又要烧制出一些陶器了。对于制作陶器工艺早就了然于心的陶器德，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，捏起泥巴来那叫一个手到擒来。不一会的功夫，靠着层层加码的方法，便制作出了一个底部有着孔洞的小罐子。而后的他如法炮制，接连着就制作出了好几个有漏洞的罐子。好家伙，阿德这家伙该不会是准备烧制几个花盆吧？或者说是洗澡盆吗？说实话，对于阿德那天马行空般的想法，一般人是难以揣摩的，也就只得由着阿德在这荒郊野外胡搞瞎搞。而且这一次，阿德似乎还准备一起烧制几大块正方形的陶片。烧陶的窑洞还是这个熟悉的大坑，不一会的功夫就被阿德加上了木材。随着阿德几口堪比沼气的口气没入到火坑之中后，大火便燃烧了起来。趁着烧陶的功夫，阿德又拿出了18厘米长的木棍，准备磨出一道锋利的端口，这样在日后用来挖野菜会方便不少，同时也可以用作防身。休息的时候，阿德还不讲武德地对着还未成年的酸浆果下起了口，那滋味叫一个酸爽啊！不过对于一个寒冬没有吃到新鲜水果的阿德来说，这味道还是极其诱人的。忍不住的他可以说是化身成为了沙漠里的骆驼，对着这些嫩果酒给的吃了起来，那叫一个好不惬意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阿德烧制的陶器也到了该取出来的时候了。阿德先是收取上面的方砖，几块方形的陶器看起来似乎实现了3/4，总体上还算不错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些方砖将会是阿德的床垫。而后阿德开始收取剩下的几个罐子，看着罐子的外观没有一个是破损的，这成功率可就很高了，无一失败。有一说一，陶器德这一手烧陶功夫那真是没得说呀。不过用这些有漏洞的罐子当做餐具的话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仔细看看，还别说，这些陶罐子真是类似于花盆，因为阿德要用它们当菜盆，种植他百宝箱深处藏着的蔬菜种子，似乎是玉米、南瓜和大豆。一边种植种子时，阿德还不由得唱起了小苹果。春天种下了种子，秋天收获一堆美女。好家伙，被爱伤透了的痴情德没了。现如今是要出现一个花心德吗？和稀泥的阿德玩了一会泥巴之后，便将玉米和南瓜等种子种入到了罐子之中。这将是他目前为止最大的希望，毕竟能够在荒野吃上美美的蔬菜，谁不想呢？随后的日子里，空军德又开启了日思夜想的捕鱼之旅。毕竟天气也已经热了起来了，
河中可以看到了鱼儿游动的身影。那么这一次，阿德能否捕获到鱼儿，美美的吃上一顿鱼肉呢？而他种植的南瓜、玉米等农作物能否实现开花结果，走完属于他们的一生呢？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